各位养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水培、水耕兰花的一些种植经验。兰花的水培方式其实顾名思义就是部分根系永远都在有水的情况下生长。一般来说呢，如果你要尝试水培、水耕你的兰花，在水里面的根系不要超过1/3到1/4，因为根部是需要空气的，而且太多根系在水中，一旦你的兰花还没有适应水耕环境而产生烂根的时候呢，你的兰花走下坡的速度会很快很快。那既然说到水耕、水培，我们一定必须要讨论水。也就是说，水的品质相当的重要，而尽可能避免硬水。也就是说，软水，像是逆渗透的水、蒸馏水、雨水，都比较适合拿来作为水耕兰花的用水。而理由是硬水容易使根系表面产生像是灼伤的副作用，或是就是根系表面本身它开始变得非常的硬。虽然这些硬水对这些根系产生的现象不会马上杀死你的兰花，但我们都知道养兰花其实是在养它们的根系，所以根系照顾的越好，你的兰花也会越漂亮。那很多朋友其实都常常问我说，水耕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其实水耕的好处大概有，我自己个人认为大概有5-6个。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换盆，因为用水草或是用树皮种植兰花的朋友都知道，当兰花植株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长到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或是盆里面的介质老化分解之后，我们需要替兰花换盆更换介质，否则这些介质会因为分解腐蚀而产生一些酸性物质，这是对根会有产生不良影响的。但水耕因为没有介质，所以没有换盆换介质的必要。那第二个就是它在我们这些养兰的嗜好里面呢，它是一个水耕是一个比较经济划算的养殖方式，因为它不需要介质，所以不需要买水草，不需要买树皮，然后它只需要水，用对的水。第三呢，也因为没有介质，所以它比较不会有虫啊、小虫子躲在介质里面的困扰。那第四个就是说，因为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些根系的生长状况，你就非常容易能够去观察兰花它的整个对于水耕这种种植方式的一个适应程度到底在哪里。那一旦有发现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非常轻易的去做一些调整。第5个原因就是因为水耕，所以也比较不会有湿度不够的问题。有些人会用加湿器，因为特别在美加地区是比较干燥的，有时候我们会用加湿器让我们的家里或者是温室呢有更强的水汽，更高的湿度。那最后一个原因其实比较是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原因哦，就是因为它是水耕，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出远门几天啊，甚至到2周的时间，像我有时候如果一回亚洲一趟，基本上都是2周的时间，我都不需要太担心浇水的问题。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其实你甚至不需要每2周浇水，有时候甚至到第3周再浇水都还可以。另外，水耕它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容器的选择。水耕对于容器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多的限制，也有些人喜欢用玻璃容器来水耕他们的兰花，有些人喜欢用杯子，透明的杯子，而我个人则比较偏向于塑胶透明的杯子，
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它比较便宜，也比较轻巧。当然，有时候太轻也容易打翻，所以呢，如果它里面的内盆内杯比较小，我其实在它内杯的下方也会放置一些石头，再放到更大的容器里面去，然后增加它的重量。但还是有两个大方向啊，两个大方向，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自己的经验。第一个容器不要左右太宽，因为兰花要长到好，它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它们喜欢觉得非常的稳固。如果左右太宽的话，根系需要花更多的力气长到容器的两边，它才能够感到非常的稳固稳定因为这种稳定感觉如果没有这种稳定的感觉，兰花其实它自己会拉长它对这个水跟养殖方法的适应期。那为什么稳固很重要呢？它是因为其实你看到很多兰花的养殖者，他们都会将兰花上板，然后用丝线用鱼线或是一些东西把它们固定住。那当然还有上板之后，其实它就是因为有足够的空气，水分也不会太过湿，再加上它们非常的固定，所以兰花一般都长得相当的好。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说温度湿度等等。但是一般来说，兰花它们非常喜欢固定稳定，所以容器太宽的话，它们会需要花更久的时间去长那些根系，然后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第二个就是容器的深度要够，一旦兰花开始适应，根系会长得比较快，也比较容易向下生长。如果有些深度，如果你的容器深度够的话，根系也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你其实每次需要给水的间隔就会拉长，因为在下面的水因为够多，那你的根系也够多够长的情况之下，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常常给水。目前对我的水耕兰花来说，我约大概7到10天给水或换水一次。那天气比较冷，像是秋冬的时候或是早春的时候，我甚至有时候2周甚至2周半才会给水或换水。好啦，以上是我自己个人水耕2年多以来的心得，也是比较初步的一个简单介绍。如果各位朋友对于水质上面有兴趣继续探讨的话，我很愿意跟各位分享我用什么水，怎么测水质的好坏，来决定是否用在兰花上面。甚至呢，半水耕或半水培兰花的种植方式，我也试过，也有一定的效果，也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所以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些建议或是 feedback， 所以我可以知道说各位朋友对这种水耕半水耕是否有兴趣继续探讨下去。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